大家都知道，斯诺克江湖有4大莽夫，当然有莽夫自然就有绅士。但是很可惜的是，在这项绅士运动里，能被称之为绅士的球员已经很稀缺了。现在场上比赛的这2位，就是目前现役球员当中唯2的最绅士的球员，没有之一。另外呢，达赫迪勉强算半个。若论职业生涯来说，他的前半段肯定没问题，算一个。但是这家伙职业生涯的末期太爱拍马屁，实在有失风骨，因此只能算半个。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下这2位为什么会被称为最绅士的球员，以及绅士球员的风格跟莽夫之间到底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这是昨天进行的即将在中国玉山开赛的世界公开赛的资格赛，戴尔对阵傅家俊。目前戴尔4比3领先，已经拿到了赛点。注意看傅家俊的这个细节，当时裁判在他身后，他主动承认自己犯规了，裁判当时也是一头雾水，还在问他啥，是不是碰到白球了？咱们把它放大，用慢动作，看你能看得到吗？似乎白球微微的动了一下，但是这样细微的差别，大神相信除了球员自己，其他人不会知道，并且戴尔此刻手握赛点，而且这杆犯规又会给戴尔一杆自由球的机会。傅家俊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自己的犯规。要知道，这可不是转播台，可没有什么慢动作的回放。当然，这些细节对于傅家俊的职业生涯来说，只不过是众多小插曲当中的一个罢了。接下来看一下戴尔的选择，他觉得绿球不好直接交到黄球，没有选择进攻，继续防守一杆。傅家俊上来敲了敲球桌，表示赞许。注意看一下傅家俊的技术特点他就是不运杆，上来之后呢，要对白球的打点先预瞄一下，而且距离非常近，这也是他刚才犯规的原因。这一杆没有解到，被罚了7分。接下来咱们八卦一下，昨天晚饭的时候呢，我兄弟给我发信息，他说晚上记着看球，我回了一句啥？他说国足。看到这2个字，呛得我就差点喷了一地。我呢也就没回他信息。早上醒来之后，看到他发了一条信息，6个字：史上最差国足。看到这句话，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。我给他回了一段话，我说咱们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，你要说最差，得看跟谁比。往前比，你可能说的对，但是要是往后比，他可能就是史上最强国足。各行各业莫不如此，同样适用。致敬2023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傅家俊的第2杆解球。第2杆同样没有解到，并且注意看白球，回去之后居然洗带了。在这儿呢，咱们就要提到刚才戴尔的一个细节，在裁判复位的时候，他刚才反复的给裁判说，这个黄球是没有单下的。现在再来回看这杆解球，如果刚才裁判摆出了单下，但是戴尔没有提醒的话，那么现在这一杆自由球威力可就大了，他就可以直接单叫黄球。从傅家俊跟戴尔的这2个小细节上可以看出来，这2位是真正的把绅士2字引入到骨髓的球员。好，下面咱们再来看一下风格。这杆自由球别说4大莽夫了，换做任何一个憨准帮的成员，绝不可能复位。这杆咖啡的位置呢，1库2库都可以去 K。但是戴尔在考虑良久之后呢，却决定复位。傅家俊在等待良久之后，也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爽。这一杆接到黄球，但是黄球回去之后，碰到绿球，停在了袋口附近。戴尔上场之后打进黄球，白球停留的位置也还可以接受。你要说完全不能打吧，也还不至于。要是那几个莽夫看到这样的球，脸上都可以笑得出花来。但是戴尔却选择了防守，这个呢就是风格。作为戴尔来说，就是完完全全的老派斯诺克的代表，稳字当先，绝不冒险。接下来傅家俊的这杆解球居然还是没有解到，
戴尔之前4-1领先，傅家俊此刻连追2局。这一局本来之前傅家俊也是小分领先，如果能够拿下的话，双听决胜。最后的结局还未可知，但是关键时刻的几杆解球失误，导致情况急转直下。同时呢，戴尔从劣势转为优势之后，控场能力确实不错。再来看这一杆，没有交到绿球，咱们就继续防守。好了，中途的一些过程咱们就不看了。随后在戴尔超分之后，傅家俊也多次尝试斯诺克。再来看这个细节，傅家俊没有回到自己的座位，因为傅桌的距离很近，回去之后坐的位置呢，有可能会影响戴尔的这杆击打，所以呢，傅家俊选择了站在戴尔的身后。打进之后，两人寒暄了一番，幸会，久仰。替傅家俊惋惜的同时，也祝贺戴尔，咱们玉山见。